大家好，可能有朋友会想说，我不想改车，因为改车会牺牲掉车的舒适度啊，或者说我都要载家人啊、载小朋友啊，所以我不想改避震器。但是我又想提高车子的操控性的话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呢？其实这个时候，防倾杆就是最好的选择，因为防倾杆它只作用于车身出现不平衡的时候，就是左右轮出现不平衡的时候，防倾杆才会开始作动。你平常直路行驶，基本上它是没有任何感觉的。防倾杆顾名思义就是当你车身出现倾斜的时候，它才会开始作动。它的原理就是利用一边，因为防倾杆是锁在避震器下方的那个台语讲离压枪那边，离载串那边，它就是两头，它会拉着两边的避震器。当我们车辆正常行驶的时候，直线行驶的时候，除非是出现左右坑洞不一样，它才会开始作动。它的原理就是利用一边去牵扯另外一边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就是如果你没有防倾杆，当你一边的轮胎压到坑洞的时候，或高低不平的时候，它只有一边的避震器会作动。但是如果你有装上防倾杆的话，当你这边的轮子不管是伸展或者是收缩的时候，它都会去牵扯到另外一边，等于就变成说，最简单的说法就是，当你车身出现倾斜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避震器变硬了，那就是因为，一边会去牵扯另外一边。以目前车辆的设计来讲，基本上一般的家庭用车或房车，很多都已经取消掉后防倾杆。以前置引擎的车来讲的话，车头、引擎下方一定会有一支防倾杆，因为毕竟车头太重了，因为引擎在那边。但是车尾那边的话，相对会比较轻，所以而且现在很多车子后面已经没有在做副车架的设计，所以多半后面的防倾杆都会取消掉。这也就变成说，基本上那种设计的车子都是比较舒适取向。那在想要不跟动车子的避震器，又想要增加它的操控性的话，防倾杆是最好的选择。你基本上你可以，譬如说你新车来，避震器都还好好的，你不舍得把它换掉，这时候就建议加装一支防倾杆。但是加装防倾杆的时候要去注意它的直径哦，防倾杆的粗细，因为像这边，像这个，大概这个位置，它都必须锁在车架上。尤其像早期的喜美 EG6 或 EK4，就是所谓的 K6、K8，基本上它都是没有副车架，它都是防倾杆都是锁在车身上。那如果你改装过硬的防倾杆的话，都会出现板件撕裂的，就是你在锁防倾杆的那个位置很容易裂开，那个板件那边都会裂开。所以后期在喜美都有出专用的套件。那防倾杆的选择，基本上啊，只要是比较畅销的车型或者比较运动的车型，它市面上都会有相对应的套件可以供选择。防倾杆的安装，基本上自己安装是没有什么难度啦，因为很多只要厂商有出对应的防倾杆套件，那就表示那台车身都有预留孔在那边，或者说防倾杆就会附加一些相对应车型的套件让你去做安装。只是麻烦的就是可能会需要钻孔，或者说离压枪那边可能必须做另外的跟动，长短啊诸如此类的。
所以防倾杆来讲，基本上我建议是找平常有在配合的厂家，请他帮你安装，会比较方便，也比较专业。那如果自己要安装的话，就是先确定一下车身上有没有相对应的预留孔，该准备的工具。要不然防倾杆安装就是，如果车身上有相对应的预留孔的话，就是只要两头锁上去以后，角度前后方向性对准以后锁上去，然后再去固定两边的离压枪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你们出去试开，直线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异，但是当你车身出现，比如说转弯，或者说你突然做比较大角度的变换车道的时候，这个时候防倾杆就会产生作用。它对你，譬如说，在紧急状况下，如果你要变换车道的话，车身的倾斜不会这么大。因为说实在话，一般车辆使用者在突然出现车身倾斜度变太大的时候，都会紧张。这个时候可能你会踩刹车，或者说方向盘会赶快反打，这都是很危险的行为。我忘记我在新车就该加装或改装的那一片里面，我有没有提到防倾杆，我忘了。像扭力梁，基本上扭力梁它本身就有点类似防倾杆的作用，所以多数的扭力梁车型，它后面多半都没有防倾杆的设计。其实扭力梁的好坏，我是觉得见仁见智啦。像底盘系统，要么就多连杆，要么就是扭力梁，或者拖衣臂，像 March 的就是5连杆。那基本上主流就是多连杆或者扭力梁。那前一阵子很多人他们都在说，扭力梁不见得会输多连杆的底盘，是没有错。但是如果我们以比较客观的说法的话，扭力梁做得到的东西，多连杆都做得到。但是多连杆能够做到的东西，扭力梁不见得做得到，这是先天设计的问题。然后就像刚刚提到的，扭力梁它本身就有一点类似防倾杆，所以多半呢，一般车主第一次开到后面是配置扭力梁的车型的时候，会觉得，它的操控性不错。那是因为它本身就有防倾杆的作用了。那如果是多连杆的车型的话，如果你没有加装防倾杆的话，你的操控性会输给扭力梁。但是如果你把它该有的防倾杆配上去以后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相同的条件下，我们以客观的看法来讲，扭力梁做得到的，多连杆一定做得到，而多连杆做得到的，扭力梁就不见得做得到。这是一个很先天性的条件了，因为多连杆它毕竟在调整跟反应角度的反应上会好很多，但是成本考量跟每个人的用车需求不一样，所以如果这个就有点挑话题了。如果你只是你要买的车，你很明确的只是它是交通用车，它不是所谓的fun car，就不是让你供你玩乐的车的话，扭力梁是不错的选择，因为毕竟它零件少，该维修保养的东西也不多。但是扭力梁的缺点就是，如果遭受撞击的话，可能整只扭力梁都要换掉。而多连杆的底盘如果遭受撞击的话，可能只需要更换损坏的部位，把损坏的连杆换掉而已。然后多连杆的底盘就是它的轴套会比较多，到时候轴套龟裂啊那些，可能保养上的花费会比较高。这就是扭力梁跟多连杆，比较基本的差异性。这个可以提供给各位在买车的时候
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。可能扭力梁跟多连杆，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，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比较客观的讲法就是，像我刚刚讲的，扭力梁办得到的事情，多连杆基本上都办得到，而多连杆办得到的事情，扭力梁不见得办得到，这是先天条件啊，因为毕竟设计上就不一样。然后再回到讲防倾杆的东西，防倾杆装上去以后，在正常的情况下，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也算是衬套。这个就是它把防倾杆包在里面，然后这边固定在车身上，再固定住。防倾杆会出现的耗材就是这一个跟离合枪，这两个东西就是可能在保养检查上要去多注意，因为毕竟防倾杆锁在里面，它会一直摩擦，甚至它会当防倾杆在作用的时候，它的力量会反映在这个套子上，这个轴套上，所以久了这个轴套可能会被磨大。当这个轴套的间隙过大的时候，你的防倾杆它在作用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直接，它会先偏角以后，比如说开始做动的时候，它会，如果这个轴套空间过大，防倾杆如果开始做动的时候，它会先偏，然后再开始转，这个就是轴套磨损过度磨损以后，防倾杆它在反应上会变慢的一个原因。所以这个像比较省一点的话，我们是都拿内胎包住，把防倾杆包住，再把这个包上去，就是去弥补掉它磨掉的那个间隙。然后这个也有出强化品，如果只是一般用车，单纯的想要增加点操控性的话，用它附的就可以了，甚至原厂的就可以了。但是如果你是真的比较热血啊，比较操控派的话，这个可以换成优力胶的或者比较强化的材质，比较耐磨，然后它也可以让防倾杆的作动时间缩短。就变成说，当一边轮子出现扭曲的时候，反向的时候，它直接就会去拉动另外一边的避震器。这个就是这个轴套的用意在。那防倾杆，其实说实在话，很多改装品是见仁见智啦。然后我是觉得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你在突然，比如说，突然小猫小狗冲出来，或者说突然什么突发状况，你必须赶快变换车道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有没有防倾杆真的就差很多。然后驾驶者的最直接的感受也会比较安心。要不然我们试想，一般车辆原厂的避震器，然后又没有后面防倾杆的辅助，当你突然变换车道的那一瞬间，你车身的倾斜的角度会变得比较大。这个时候人的直觉一定会慌张，因为你人跟着倾斜，跟着歪一边，然后你就会慌张，可能会反打方向盘或急踩刹车都有可能，这个就很危险。所以说，可能有机会各位看看自己的车辆。一般来说啦，引擎下方不管是性能车应该都是有前后都有配。如果是一般轿车车型的话，甚至休旅车那些，可能你们可以稍微的趴到车底下看一下。那像我的车，我弄给各位看，这一只细的，这一只细的就是我们的防倾杆，有没有？那边锁在副车架上，那边锁离合枪。然后听说就TLY 沙姆，我们配的防倾杆是中空的。以防倾杆来讲的话，中空的等级是比较高，因为
它比较轻，然后它的钢材相对用的比较好，但是以耐用性来讲的话，还是没有实心的好，因为毕竟实心它就是比较耐操耐撞。但是以相同的材质来讲的话，空心的会比较好，因为轻。但是如果要重度操架的话，可能实心的还是会比较好。以防倾杆的话，这就是它的差别。当然后期有出一些特殊材质的，那个我是没有试装过，所以以那些比较特殊材质的防倾杆来说，实际的感受我就不清楚了。而且防倾杆一个迷思，除非你是要下场比赛，要不然防倾杆真的不是越出越好。所以你们在选购上的话，如果你的车都没有防倾杆，我建议可能你们稍微问一下店家，看他的建议是你们要装多粗的，或者说参考一下类似车型，他们车上的防倾杆，如果有配防倾杆的话，他们配的直径，防倾杆直径是多少？然后不要低于它，比它粗一点点没关系，但是不要低于那台车的配备，这样子会是比较好的选择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个增加操控最简单的装备防倾杆的介绍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